Welcome back。今天这一支呢，就是我们的精神小伙，曾经的凯瑞的绰号。那他在那个时候我们录的第一部，那里面的335。他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台上，他这一支经过了半年多的奋战，然后又进录音室等等的，然后已经开始有一些常态的，就是我们说乐手琴都大概会经历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从电路到 fret 都需要保养。对我而言是蛮麻烦的，因为335这个琴它的电路是要用透过这个 F 孔去整个安装拆解的。那再来就是 fret 也开始产生了打旋的状况，那也是我们这部影片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如何检验你的 fret 平不平，以及我一直都很不想录的 leveling。好，那容我用坐下来的角度跟你们聊，因为这真的有点难站着操作，然后我尽量会以这个镜头为主。首先我们先大概的把 neck 先调直，那调直你可以使用鲨鱼片这种就是相对比较没有争议性的，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，我们就透过旁边的缝隙去看有没有光会透进来。那基本上像这一支是已经先调直过，然后也要先确定后面也没有光，然后中间也没有光，就整个那个是直的状态，然后大约的确定一下这个 fretboard 有没有 twist。那在都找平之后，我们简单的来弹奏看看。那一般我也会问清楚，你从哪几根 fret 或者是哪一格听到打旋？那以凯瑞的案子来讲，可以听到它的范围其实蛮广的，都有一点点微微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再讨论到一个概念，就是其实呢，有一种 leveling 用的平台叫做 neck jig， 它的逻辑原理其实更科学一点点，就是它会有一个机器让你的琴呈现弹奏的角度，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调整它neck的状态，然后再摆回来，然后你再去做弓的时候，它就会在你弹奏的角度时就表现得比较正常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我就是倾向的是，我是用抱在身上的方式去做 leveling 的。那这部影片因为是凯瑞的，那他觉得，你可以拍拍看啊，蛮有趣的。所以我们这边完全都是用你在家就能实现的。好，那一样，我要再讲点淡书，就是 leveling 这个东西，它有一定的伤害性跟破坏性。如果我今天跟你产生了误会，绝对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，所以你们自己慎重的评估。那如果说还是想要试试看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小心一点的去处理。当你处理到一半发现真的不行的时候，请就近联络你附近的技师。那我们现在在家，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叫 Rock 这个工具，对，这个是 Philadelphia 的。我基本上我以前的 fret 工具很多都是来自这个费城制琴师的产品，包含这根也是。只要你能确保这个东西它的加工精度是平整的、是准确的就没问题。然后这最好要有点厚度，那种太薄的就不行。像 Mudino 没有出这个旋锯齿，那他后来有出一个比较厚的版本，其实是因为他这一根旋锯齿，他当时的野心就是它能替代 Rock， 但因为它太薄了，所以它其实量出来蛮有失公允的，所以他后来才出一个蓝色版本，然后是加厚的。那个就可以考虑了。如何使用 Rocker？ 你会看到 Rocker 这边有4个面，长度都不一样，它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四边形图形。其实它的目标呢，它就是对应你不同的指板间距。基本上 Rocker 整个的逻辑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 fret，它会被损耗，所以常弹的地方会相对的比较矮，那不常弹的地方会相对的比较高。那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琴在弹的时候，比较高的 fret 就会打到比较矮的 fret， 那就会产生了 buff 音。那很严重的话是连音箱都听得出来它这个打旋声的，那就必须要处理。好，那我们 rocker 的目的就是在3根的去找哪几根 fret 的哪一些部位它磨损的比较少。那磨损的比较少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先随便抓一块，好，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
fret 并没有特别的摇晃，没有特别的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往旁边一格走，稍微有一点点，这个还不够明显，我们随便抓一格，好，这个就很明显。这个已经可以看到它产生了摇晃，代表说这一根第16根 fret 它特别的高，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记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往后找。对，其实 rocker 的运作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基本上我会倾向的是你要把弦卸掉，然后那个条子再来找。那我在这边会这么鲁莽的做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简单的跟你们分享一些小工具吧。待会我开完了，我还是会选择把弦卸掉，然后像刚刚讲的，整个用遮盖胶带贴满。那我们就是影片的内容的话，我还是以大家在家可以处理的程度，我们就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想好了，第一个我要讲的工具是这个 MIDI Nomad 的 Free Level Free Size U File， 就是在以前我们局部的 fret 要处理的地方时，其实都算是蛮土炮的。然后后来前几年，2018、19年吧，那个时候 MIDI Nomad 出了一个 rocker， 然后中间带沙子的，对，中间带那个钻石沙的，然后它就是可以让你在边找不平的地方的时候边磨，其实还蛮强的，然后但大家都还蛮喜欢的。然后接着后来又出了这种工字型的 labeling 棒，然后有很多 size， 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装着弦的状况下面，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去磨 fret。但我不太推啦，今天是因为这个是凯瑞的琴，我才敢这样子玩。就跟你们讲好，后来是 Nomad 突然出了这个。那我前面讲过 ，Nomad 它的产品设计有很大一脉，不是针对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，它更多的思考方向是对一般的吉他手如何在家保养。所以你不可能在家准备一个这种东西，然后要准备那种贴纸式的沙子嘛，一定是随手就可以拿到的一个小工具，然后就可以处理的。所以它里面是长这样子，掉出来，它就是里面长这样一个小布包，然后可能看你想要挂在哪吧，勾在哪吧。Anyway， 它主要就是里面有3个 size， 那它这3个 size 呢，其实刚好都对应着 rocker， 但是它不太具备当 rocker 验的功能。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准备一颗 rocker， 然后去找出哪一根 fret 太高需要修整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用一次。那可以看到它在这边呢，它是有箭头的，这个箭头就是标记了它沙子的部位。好，在刚刚是16格，我们放进去。好，现在可以发现它太短了。好，那太短的状况，它没办法透过其他2根 fret 给予支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换长一点。换一颗，那一样箭头 Nomad， 我们用箭头这一面对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转过来放进去。它可以当很细微的 rocker， 但是其实感受并没有像真正的 rocker 这么强，因为它毕竟磨砂那一面还是比较凹一点点，所以只能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太平这样子。接着你可以看到16个前后的 fret 刚好都在这一根工具的左右2个端点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只需要去推。就可以感觉到它在摩擦，然后就是开始修整了。那基本上这个工具它的用途啦，就大约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修到差不多之后，因为它左右有杠柱，所以基本上它不会让你的 fret 一口气修得太夸张，就是到了整个塌下去的状况。那我们可以稍微量一下。可以看到现在这样就平了。对，那我们找一个比较挑战性的，刚刚画到这边嘛，这个是第3、第4弦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跨在第3弦上面，好，一样。像这种很凸的，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明显的有一个摩擦感，那它到后面会越来越薄，那就是已经差不多了。像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，好，比较没有擦到东西了。然后就稍微拿 rocker 看一下，现在已经
几乎好了大半了，剩一点点，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移到第4圈，好，开始。你看一开始的摩擦感会很强，然后到后面差不多之后，像现在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它这边它有一个左右可以移动的空间，所以你跨在第4旋，你可以往第3旋的方向走，也可以往第5旋的方向走，所以整个用起来是蛮得心应手的，就是你可以大面积的去处理，然后去找那个摩擦感很强。那像现在我已经感觉到好像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来用 rocker 再来验一下。哦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处理好一根 fret， 这样子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如果你今天不是像凯瑞这样子，就是真的太多 fret 需要处理的，它这支我刚刚有初验了，大概从5、6格开始到后面都需要整理，所以这个就是示范给你们看而已。刚刚有讲过。好，那可能就会有人好奇了，那你用 rocker 量，是不是最后一根 fret 跟第一根 fret 就没办法量了？对。这个是 rocker 的弊病，但没办法。那目前来讲呢，你要量到第一根跟最后一根的方法是要透过 Haskell 的这个会比较精确一点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 fret 的高度表，然后用这个去测。对，那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自己做 labeling 的啦，我会这样讲，你可以考虑做一个高把位补偿。高把位补偿就是说，我们针对高把位的地方磨去的肉比较多，但这个磨去的肉怎么样算多，怎么样算少，这就是我很怕产生我们两个的误会的地方。那像刚刚有一位朋友来，就跟他提到，我待会要录一个在讲 labeling 的影片，然后他就有问我说，那怎么样算是磨得刚好？我会讲，就是我的习惯是，我要先找出哪些 fret 是受伤最严重的，哪些 fret 是最凹的，我要去针对这个最低的 fret 当做我的基准点。因为你就想嘛，今天我们是 leveling， 所以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把高的 fret 磨成矮的那一个高度，所以你要先找出来是谁，我们把所有的 fret 往它的高度去磨，这样子大家都变平整了。那这也是 leveling 的功能。所谓的高把位补偿呢，我的习惯会是差不多最后的4、5根，我会稍微的在大家都平了之后，再稍微再多磨一些，稍微再矮一点点。以这个 Haskell 的尺来讲的话，就是大约会在矮0.01到0.02 咪咪左右。对，这个就是比较看技师个人的习惯啦。那曾经我也有接过一个很尴尬的案子，是这个琴他刚 refret 完，然后琴主就拿过来说他要再 re 一遍。我说为什么？然后他说你看就知道。那状况就是说，帮他 refret 的人，我不确定是图方便或怎么样的，他就把高把位磨到大约剩新 fret 的2/3，然后琴主很不爽。那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啦，就是这个所谓的高把位补偿不是拼命的去磨，而是要在一个标准值之后，你再稍微去处理。那刚刚讲到第一根 fret 的话，我就真的只是用 Haskell 的这个方式，结合上旋枕的测量表，这个你可以看我粉专曾经有提过，以后其实我们再来讲。对，就是去看它跟 NUT 的关系大约是多少，然后再决定要修多少这样子。那一般来讲，你只要做全琴的 leveling 的话，就大概会包含到第一根 fret 啦，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。leveling 在以前还有一些方法是会用 radius 块，就是一块木块上面有不同的 radius， 我懒得拿在里面。然后再去贴合沙子，然后去打磨。那这个算是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好工具的时候，大家一个做法。那后来还发展出了SteelMaker 的这个铝块这个方法。这个铝块其实它也是一样的概念，跟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工字型其实是一样的概念，只是说以前是用这个方法。这个的话，它有更小的版本，就是 Multi Nomad 有出啊。我这个不是 Nomad 的，所以我都是买中间 size 起跳啦。那简单的讲呢，它的功能一样，只是它的面积更大。
以不同的 size 就有不同的面积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在这边大量的 leveling。那这个东西你可能想说，那不是把 fret 都变成平的了吗？你要有一个观念是，其他的 fret 是跟着 radius 走的，那它一定会跟着其他正常的 fret 一起磨。所以被它磨掉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凸起来而且没有在 radius 以内的 fret， 这个是它的概念。那林林总总的讲了 leveling 这么多，我还是会怕我们有误会，所以我再讲几个重点再一遍，就是不要很暴力的去磨，不要看到沙子就开始啪啪啪开始狂搓，这个不是对的。那最好的方法是先找到最矮的那一根 fret， 然后大家再往那个最矮的 fret 开始磨。第二个点是，我觉得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这个道理在修 fret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差不多在1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 fret 工具还没有这么完整齐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先人真的是各种泡的境界都有。但我不能说那是错的，只能说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种工具并没有一个这么好、这么多的一个想法。那像后来的 Philosophy 啊、Steelmate， 像 Muddy-Nomad， 其实他们都慢慢的出来之后，特别是 Steelmate 真的是领头羊，他让很多技师发现，哇，原来 leveling 可以这么轻松。一样的道理。今天你如果做的很累很痛苦，你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随便做啦、暴力做啦的想法，那这个就会导致工作的失败。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投资要有。那你说投资要有要哪些？我觉得 Rocker 是基本的，那鲨鱼剑看你，但有的话会是最好的，因为你内壳必须要在一个的状况下再去做，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。然后再来是沙子，其实都不能省，像沙子的部分，我真的是都用超贵的。好的沙子能让你做起来更轻松，然后你不会磨个20-30下，然后 fret 还没有什么动静。这真的有差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Crown刀啊，Crown刀我之前有推过，你们可以看我上部影片。那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，连 Nomad 这种厂商他都做了一个一般人就可以很轻松用的Crown刀，这点很棒。那其实基本上呢，接着就是抛光。那抛光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看我上一部影片，对，主要是在讲抛光组的，那真的也太轻松了。所以这支琴其实在想，我不要拍一部半通芯吉他换电路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咯。这部影片是在讲如何在家简单的 leveling 的一个方法。首先，当然要有一个 leveling 的标准物，你可以是它，也可以是它。那用它的话，就真的是蛮轻松的，我推荐给大家。那后续还有 Crown 跟 Polish 可以参考我们旁边这部影片。那抛光完之后呢，基本上你的 fret 就已经完成了一个 leveling。但如果你还是不能很肯定的话，请就近去找你信任的技师。leveling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很想讲的内容。好啦，那如果看得还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分享给你们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。OK，see you next time.